Hello， 大家好，我是爱你的白痴猫。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一款策略养成游戏，它拥有优秀的画风、精美的人设、硬核的玩法，并于2018年1月7日成为历史上首个登顶韩国 iOS 畅销榜第1位的国产游戏。没错，它就是格里芬瑶子。少女前线，少女前线。少女前线的制作公司叫散爆网络，又名云母组。为什么叫云母组呢？因为他们在成立公司之前曾经是一个同人组，制作过军武、枪械娘系列同人志。老大呢叫黄冲，大家一般都叫他雨中啊。而少女前线的发行商呢叫正面网络，老大呢叫姚萌，他也是后来负责日服碧蓝航线发行的优星的 CEO。值得一提的是，碧蓝航线也成为了首个登顶日服 iOS 畅销榜第1位的国产游戏。姚萌和雨中很早就认识了，在2018年，他们两个人合作制作了同人本《中国同人游戏志》。据他们自己的采访原话说，一人出一半的钱，印了300-400本，然后一人拿一些去同人展去卖，最后也没卖出去多少。2011年，姚萌离开雨中，来到上海，和朋友一起建立了一个游戏工作室，一边做游戏，一边接一些企业外包，也算是有声有色。而另一边呢，雨中也开始设计游戏《面包房少女》。他在2012年找到姚萌，二人一拍即合。雨中会画画，姚萌有程序，策划呢谁都能当。于是制作一个游戏所需的铁三角要素全部集齐，面包房少女。ゲームを始めよう。当时他们两个人关系很好，住在一间屋子里，雨中在上铺，姚萌在下铺。经过1年多的研发，面包房少女在2013年3月以同人作的形式发售。从这个游戏中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很明显的少女前线的一些要素，比如战旗，比如打枪，可以说它就是少女前线的前身和原型了。之后呢，又过了2年，姚萌和雨中在2015年再次合作，没错，就是你们的少女前线的制作。雨中当时找姚萌说要做手游，双方一起找投资、找代理，但找不到啊。姚萌心灰意冷之后，觉得外面没有什么对这种有游戏理想的人做出来的游戏的代理，那我干嘛不自己做一家游戏发行商呢？我明白开发者的理想，我也有理想，他们在完成理想的时候，我也能把这个理想推广出去。我不希望这些人们在一个角落里做一个好东西，而大家都不知道。于是姚萌成立了正面网络，负责发行，雨中的云母组负责制作，二人再次合作，少女前线。ゲームを始めよう。值得一提的是，正面和云母的代理合同是55分成的。看过我之前视频的同学应该知道，这样的分成合同对于雨中来说是真的超级良心。因为大多数游戏开发者能拿到的分成只在2成到4成之间，而5成真的是一个很高的比例了。在2015年8月，少女前线第一次测试，当时发出了500个激活码，结果却收到了6000名玩家的报名，这让他们十分。但好景不长，由于程序的原因，在第2次测试的时候，由于几千名玩家同时进入游戏，服务器直接宕机了8个小时。雨中后来在公开采访中说：“我们之前从来没有想过后端这回事儿。”身为一个程序员，我这里忍不住说一句了：做手游竟然连服务器都不会搞，真的是让人无话可说。而云母组的垃圾程序就是之后一切事件的导火索。2016年1月，少女前线第3次测试，服务器毫无悬念，立马又崩掉了。这时候云母和正面就开始争吵起来了。雨中认为游戏主要是因为数据库的优化没有做好，是因为数据库堵塞了服务器，而数据库呢是运维负责的，也就是姚萌要做的工作。而姚萌则认为游戏是你们开发的，程序也是你们写的，游戏后端出了问题，不应该由我们的运维去擦屁股，而应该是由雨中的后端去搞定。争吵一开始，双方就越看越不顺眼了。雨中认为正面疏于运营，7天测试也没有测数据，也没有运营活动，我们测试是为了什么？只是为了让玩家开心一下吗？而姚萌则惊异于对方对商业化运作完全不了解，他们什么都不提供，就让我们给出运营计划，你这不是在为难我胖虎吗？2015年正是2次元游戏概念最火热的时候，而少女前线的热度很火，也就吸引了很多其他公司的投资目光。少女前线的第3次测试的时候，正逢春节，双方都在加班。除夕下午，姚萌在外面办完事，进了公司，突然发现雨中在和元气资本的2个人商量合同，准备把游戏的发行交给元气资本，踢掉正面网络。我当时就隐约感到了什么，就走过去问：“你们在干什么？”他们就把合同递给我。一看是保密协议，这通常是投资进入实质化阶段的第一步。姚萌顿时感到被当面 NTR， 是我先，明明都是我先来的，同人也好，同剧也好，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第一次有了喜欢的人，第一次有了能做一辈子的朋友，2件快乐的事情重合在一起。姚萌觉得雨中的转变很大的原因是受到了元气资本的唆使，他觉得雨中是一个孩子，轻信了所有外人对他说的话，而那个唯一对他真心好的人却不再信任。他觉得尽管他付出了真心，也付出了努力，而雨中却迷恋于那些商务的夸夸其谈，他被灯红酒绿迷昏了双眼，这让他非常的苦恼和困惑。而在雨中看来，姚萌才是那个变了的人。少女前线的成功是因为游戏质量过硬，而游戏的制作和姚萌根本没有任何关系。本来大家应该相互信任嘛，你不用猜忌我，我也不用猜忌你，把事情做好就行了。我们也算是比较有梦想的，想要做一个由自己的意志去决定的游戏，有点像实现自己的梦想。
在那个时候，整个就觉得自己陷入了漩涡一样的状况。由于二人意见不合，少女前线在3测之后宣布了跳票。跳票之后呢，玩家肯定不满意，不知道雨中是不是顶不住压力的。在跳票宣布后不久，他就又把发行代理权重复授权给了成都风纪网络。而当时3测的用户数据都在姚萌手里，姚萌认为雨中这种重复授权是违约的，就一直把用户数据压着不给雨中，也就导致了少女前线在公测的时候根本拿不到前几次测试的用户数据，也就没法对测试中充值的玩家给一个交代。总的来说呢，少女前线本身还是一个好的游戏的。从它能冲上韩国畅销榜首位，就可以看出它本身的游戏素质是过硬的。但奈何它的亲爹亲妈心有余而力不足，导致了它在中国的暴死。明明有着很好的机遇，制作也好，宣发也好，玩家热度也好，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我是白痴毛，一个独立游戏制作者，一个整天摸鱼的 MMD 黑暗威鬼畜作者。我们下期再见。